伴随着去年小影藏的正式出货啊，暗黑王冠燃魂线1:12的这个系列产品也算是正式拉开了帷幕。小影藏大家都不陌生啊，正式也好，非正式也好，讲过很多次了啊。想必大家拿到手中之后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评价和感受。而今天呢，这个开场也不必啰嗦啊，来分享一下1:12线的后续角色产品。乐此日小，情怀日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马尔派不奇。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暗黑王冠1:12的专属角色告思雨。正式跟大家分享之前啊，还是要先叠一个甲啊。这次我拿到这个样板到正式大货的时候啊，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些调整。还有呢，就是目前配件还不算齐全啊。后续会是怎样的这个发售计划也不太清楚，可能会有点囫囵吞枣啊。大家以最终的这个官方公布的信息为准。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应该也会推出官图和这个具体的销售计划。到手之后，第一个不能说体验啊，而是发现，所谓这个告思雨似乎并非是一个单一的角色名，而更像是一个组织。基础的形象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带有翅膀的这种乌鸦人的造型，再有一个呢更加干练轻盈的人形忍者造型。两个形象呢和之前这个影藏的高度都是一样的啊。基础的这个配色啊不用多说，还是黑白相间，黑色的外装甲，复杂的表面浮雕，一只啊躯体改造啊或者类似于傀儡的这种形式，也是燃魂线一贯的设计语言。不同之处呢，这次告思雨相比影藏明显会有轻量化的一个设计，比起于正面对抗啊，感觉更侧重于这种跟踪飞行或者说潜入的形式啊。上身的铠甲部分明显会更轻薄，铠甲之下呢是大面积灰白色的绷带缠绕。我之前会以为这个绷带之下就是正常皮肤，但实际通过它大大小小这个裂口啊，也不难发现内部其实都是被这个燃魂术所改造的状态。绷带的设计其实比较巧妙因为它轻量化，注定装甲会更少，通过这种绷带的形式给予更多的表面细节。下身也能看到很明显的鸟类的造型，屁股这里有着一缕一缕的这个布条，鸟的尾巴一样。脚的部分，乌鸦造型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人的形态看上去都会比较野性，更侧重这种偏兽化的形象。两个角色除了形象以外啊，在功能上也有很大不同。头部一人一鸟不必多说，胸甲以及背部从功能上也做出了区分，一个更侧重飞行，一个呢更侧重战斗和潜入，完全不同的设计。先看翅膀这个部分啊，因为样板比较着急嘛，后面这个连接件实际顺撇了，正常它应该是对称的一个设计啊。这套形象呢，前胸部分会弱化一些，翅膀的造型我觉得是最夸张最突出的。从这种漆黑乌鸦羽毛向尾端类似于刀片一样的铁翼有一个过渡的感觉，也有更加复杂的机械结构。这里呢也会兼顾到它的可动，做出了分界啊。一会儿咱们再仔细讲。对应的陆战造型也好啊，或者是潜入造型也好，前胸部分采取了这种不对称的设计，外观上很干练。背部呢没有翅膀，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武器的一个收纳。两把类似于拳刃一样的，中间呢另有一个带有着铁链的长钉。两个角色的肩甲总共有4对啊，8枚啊，但是今天视频中只能跟大家呈现其中3对，分别是有点类似于南瓜状的厚重肩甲，两侧有环状类似于门栓的形象。另外呢是一对传统日甲破碎的肩部造型，互换肩甲也好，对称造型也好，左右各不相同，非对称的形式也 OK。然后是腹部造型，正前方这个花纹类似于符咒咒印一样的这个造型是不同的。最不一样的当然是这个头雕，乌鸦部分这个头就是一个纯种的很纯粹的一个乌鸦，无论颜色呀还是这种羽毛的感觉，这个喙部尖锐的造型写实感会更重一些。
类似于乌鸦羽毛那种油亮感。眼部呢用了有一些金属效果的这种红色涂装，与之搭配的是颈部的珠串和符咒，就有点像那种日风天狗的那个神话感，那个味儿会多一点。人物造型的话，我可以把它归类成一个标准的刺儿头造型。虽然说是个严肃的表情啊，但是能看出来张扬和外放的感觉。白皙的皮肤，面部呢会有这种碎裂呀，以及眼影的涂装，也是燃魂角色一贯的设计。两侧有穿刺和钢钉的这种设计啊，包含它这个发型和耳朵，能看到都是向后延伸那种流线状。突出它作为一个敏捷型英雄的一个设计吧。正常有搭配类似于传统日甲的护喉，带有2个面具，一个呢是小一点的镂空的鬼脸，除了一些尖牙利齿以外，这个鼻子啊和下巴还是能够感受出来明显的鸟类喙部的元素，对于它整个面部那种流线状都是一个不错的修饰。然后呢还有一个尖嘴的类似于这个鸟人的大的喙部造型，替换方式同样啊，直接卡在这个面部两侧就行。造型上同样做了一个很大的镂空，很细致的牙齿，佩戴好之后立体感很强，整个面部会进一步的延伸。侧面去看的话尤为明显，就黑死病那个时候那些医生的一个感觉啊。搭配这个长鸟嘴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附带的毛领套好，进一步凸显它鸟类或者说这个猛禽的一个效果。讲道理啊，这个面具的设计要比之前影藏时候更成熟。之前影藏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戴面具的，当然告死语相比于小影藏的提升啊，也不仅仅在就是简单面具的设计上。我体验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也大概总结了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小影藏我觉得可以说诟病吧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裤腿的这个地方，为了去呈现一个这种线条状大幅度移动的时候，涉及到玩家去重新打理，并且呢会伴随着可能从腰带中脱出，所以这次的裤子首先在腰部会做了缝线固定死，再一个材质选择上不会用那么硬挺的布料。目前这个样板体验上啊，随着你的移动基本是不需要再去做什么特殊的打理的。在肩胛连接的方式上也有改进啊，肩胛和肩膀的一体性会更好更紧凑一些。然后呢就是武器收纳上，原本小影藏的那个收纳其实规矩比较多啊，虽然利用了一些磁吸联动但是频繁的插拔实际这个磁铁掉落也是个问题。告死语的话，在腰带部分做出了更多的设计，左右两侧以及后端都可以直接去收纳武器，尤其是两侧这个搭扣啊很灵活，你可以把它这些什么绳子啊、水壶啊、匕首啊，反正带环能拴的都能拴上。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做到类似于腰带拴钥匙那种效果啊，滴了当啷一大串，只要你想它有环，你觉得可以就能挂上。虽然说没有那种磁吸的爽感啊，但是不去限制固定的点位，反而会更灵活，更多的玩法。然后呢，在左侧呢也能看到类似于这个网格状这个网兜，一些小的匕首啊，包括苦无都可以穿过这个格子实现一个收纳。然后就是在一体性方面，影藏的话，很多朋友会提到就是双臂曲肘，这次造型设计上各个角度去看的话啊，也更加流畅。包括它脚尖这里，因为做了一个这种爪子状的嵌套，连接交接部分的一体性也会更强。还有呢，就是脚部的磁吸，影藏的话是采用这种圆形的啊，在根部的强磁，实际吸力是足够的，但是因为位置的原因啊，会因为这个自重不那么稳定。告死语的话，采用了这种长条状，吸附的范围就会更广一些。对于它这种有翅膀，可能要做更多空中造型的角色来讲，更加稳定啊。人形态下，后方的话，这个头发其实是一个可拆卸的结构，可以换取更大一些的上抬角度。内部的防穿帮效果做的可以啊，同样绷带缠绕那种感觉。手臂平举，手指部分也能看到，在拉伸之后，一体的过渡还是比较自然。手臂甲这里其实做了双层，可以旋转，这你在掰造型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好的展示效果。刀具的收纳也可以进行平转，腰腹部也没有明显的空隙和穿帮。侧踢可以实现180度的劈叉，前踢
屈膝，脚踝部分前后的这个幅度很夸张，左右接地很大的一个范围。因为形象本身就是要侧重于鸟类、禽类那种感觉，大的接地很易于摆出夸张的姿态。乌鸦造型下的话，实际躯干部分都相似啊。头部的话，专门看一下，它3段的结构，几乎是可以把这个头部完全直立向上，这种冲锋的感觉。喙的部分，也可以打开，露出里面那种尖牙。后方肩膀部分主要分为3个结构，这个怎么掰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了。然后就是一些其他的配件上啊，因为目前我还不太清楚这2个造型要怎样去发售，这个配件要怎么规划，所以我就把这个手型啊、武器啊什么混到一起跟大家讲啊。手部造型的话，同样保持那种很精细的感觉，软胶材质，能看到绑绳与绷带，这里尤其这个绷带呀，要比躯干上会更加细致一些。目前这个精度和涂上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的啊。重点说一说，有一对这个像是结印一样的这个造型啊，可以交叉放在这个面前。武器部分，大镰刀，有点类似于那种魂系的一个武器，像是荆棘一般所展开的那种尖刺，结合着金属的涂装。中心部分啊，有一个类似于棘轮，这个也可以真正实现转动。锁链部分的玩法就缠在双臂上也好，或者把人物悬在半空，让这个武器吊起来，我觉得都有很棒的展示效果。然后呢，就是这种各式匕首，长短造型各异，有这种分叉的叉子状。还有呢，像爪刀一样弧度的造型，更长一些的鱼骨状的，基本上尾部都有这个铁环，可以对应着腰带进行收纳。除此以外呢，还有不同的挂件，比如这个打成结捆到一起的绳索，还有一个造型很独特的啊，这个很暗黑风格的小水壶，这不是水壶吧？这像个乐器啊。除了这种相对更常规的武器啊，还有2个很夸张的，像是血滴子一样的造型啊，从空中撒网张开，掐住敌人头部致死的那种兵器，想象力来讲不错的啊，有意思。内部呢也搭配了残肢，一个呢是头部以及被撕扯出来的这种机械管线，大一点的呢就是带有残肢和脊柱已经风干晾干的这个骨骼。这2个东西魂味儿很强啊，你在哪儿一挂啊，就好像是游街示众那种。形式上来讲很残忍，但是不得不说是符合这种空战呐，或者说猛禽的一种战斗方式。正好讲一讲这个影切小影藏的会员里，简单聊一聊，偏向于那种忍者刀或者打刀的一个造型啊。紫色的透明剑有类似于火焰的流动效果，精度可以的啊，很强。刀型2侧呢是骷髅状的结构，一左一右啊，连中心对称。2侧的这个镂空效果，包括这个牙齿结构很精致啊，够细的。可以啊，之前其实我自己没抱太多的一个希望，因为这就是一个免费的小配件。别的不说啊，这个精致程度真的很不错。给影藏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刀够多了。给这个告辞语，让他拿一个更传统一点的这种道具，也是不错的一个搭配。也不仅仅是这个影切啊，这个目前的配件配置上，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官方是有意去引导或者说鼓励大家进行一个混搭和 DIY 的。实际它是能组合出来很多种不同的造型的，因为在躯干部分或者是素体部分都是几乎一致的，胸甲呀、肩甲呀、头部啊、武器呀，包括一些小的装饰配饰，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个混搭。像我自己现在体验下来，我会觉得这个高思雨2个人物像是一对搭档，一个呢就是负责在空中巡逻和突袭，另一个呢在地面上正面战斗和潜入，又类似于这种合体的形态啊，就组合到一起，变成这个很夸张、很帅气的这种鸟人。
就更加侧重于拆解和重组。当然也要明确一点啊，这不算是泼冷水，就是这款产品它主打的玩法实际还是多样化的静态展示，做一点打理才会有更好的效果。虽然说整体已经照比小影藏优化很多啊，但是实际上手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度的。尤其这个铁链因为它脚底这个磁吸强磁，平时摆放的时候就很容易在这个脚踝边聚成一堆儿。比较多的布料啊，还有这种串珠的结构，自己去拉伸一下、拽一拽，要比直接扔在那里效果肯定要好的更多。其实我觉得，就告辞与目前这个设定啊，作为一个组织来讲，或许可以再去增加一些其他的形象。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它未来的这个玩法上限会更高。因为这个设计语言是高度相通的啊，和曾经角色进行搭配绝对没有问题。这里如果你有那个聚魂式的话啊，把这些角色围绕在这其中，或者用这种铁锁做一些飘荡造型。总结一下，告辞语作为燃魂线第一款1:12的专属角色，做出了一定专属的设计和改进，有差异有对比，这样一个原创的世界观才会更加鲜活。然后就是大货的呈现，或者说最终质量上，重点的还是一些涂装啊、细节的呈现啊、开模的一些精度，一定要有所保持。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三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